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觀眾朋友們，一周的開始，請觀眾朋友先記得幫我們的影片在下方點讚，並且呢，在留言區可以跟我們做互動。今天我也會親自的跟網友們來做回復，可以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並且寫下熱推，並且呢，如果看到熱推薦，幫我們按下熱推2個字。今天節目我們要特別關心的是中東戰事，在伊朗的方面，4波的飛彈現在襲擊空襲報復以色列。川普在這個時候希望喊停來做和談停火，但是目前的狀況是他管不住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美國的保護傘失靈了嗎？現在說害慘了這一些海灣的盟友們，怎麼回事？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首先歡迎我們的到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好，還有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所以今天的火線話題，我們要趕快來聚焦3個問題。等一下就每一戰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第一個問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以色列跟伊朗再度的正面的開火。這一場衝突是不是已經進入到失控升級的階段了呢？諷刺的是，川普一邊還是在喊停火啊，一邊卻被打臉。被誰打臉呢？因為他壓不住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啊。華府到底還有沒有能力可以壓住以色列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現在爆出了以色列被爆出對美國的高層現在進行的是情報監控，甚至被評估為嚴重等級的間諜威脅。這還是盟友嗎？還是美國已經被自己最重要的中東盟友給反向滲透了？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我們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美國想要用凍結的伊朗資產來賠這些受損的海灣盟友們他們的損失。這一招會不會讓伊朗更生氣呢？就算拿錢來補貼這些海灣國家，能夠挽回海灣國家對美國的信任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這一場中東的戰火快速而且高度的持續升級。華盛頓郵報最新的報道，還有多家外媒的報道，以色列在7號當天空襲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的南部，造成了2死，而且非常多人受傷，高達了20人。伊朗火大了，直接發動了4波的飛彈空襲來做反擊，鎖定的是以色列北部的一個空軍基地，並且強調這只是針對以色列的警告性打擊。如果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再次的升級，那麼範圍將會進一步的擴大。這也是美伊4月在停火以來，伊朗首度的朝耶路撒冷的方向發動的攻勢，更是近期最嚴重的一次軍事上面的打擊。更尷尬的事情是，大家還記得嗎？川普不斷的在美伊之間穿梭，希望能夠來調停，但是同時間他也要求納坦雅胡不准再打了。結果馬上的以色列就做了一個攻擊哦。以色列這話才說完，就已經有國防部最新的證實，對伊朗的包括它的中部跟西部軍事目標發動攻擊。伊朗方面在德黑蘭傳出了巨大的爆炸聲響，大家還記得嗎？川普才說的，納坦雅胡沒有什麼選項了，只能接受美國跟伊朗談成的具體的任何協議。結果以色列馬上打臉川普，這到底怎麼回事？為什麼伊朗跟以色列這一次再度的正面交火，衝突會不會持續的擴大？伊朗這一次鎖定這個以色列的空軍基地，它的目的到底又是什麼？接下來的報復規模會不會像過去一樣越來越大？呂艦長怎麼看？我們看到啊，有關於這個以色列跟伊朗他們的戰事，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升級的過程。現在看起來小打小鬧，那川普想要在這中間和解，可是川普對於這個有關於霍姆茲海峽，或者是對於伊朗他的一個所謂的終戰指導滿足了嗎？所謂的終戰指導，也就是停止戰爭的條件。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有關於川普，他堅持2件事情，第一個就是濃縮鈾的部分，那第二個也就是霍姆茲海峽開放的問題。可是現在這一個霍姆茲海峽其實被伊朗發現比濃縮鈾還好用啊。那對於濃縮鈾來講，也就是這是伊朗超過2代以上人的努力。那現在的那個最高領導的階層，他願意把這2代以上的人的一個
研究成果交出去嗎？這也是個困難。所以現在川普怎麼講都不對。那川普說，有關於這個以色列，他希望以色列不要進行報復。那如果納坦雅胡還繼續的進行報復的話，那就會像過去的3000年那樣，也就是不斷的繼續的打下去。但是對於以色列來講，這個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啊？那他怎麼會變成被伊朗攻擊的對象呢？那他立刻就反擊。那所以我們講到幾個重要的，無論是德黑蘭或就是首都，或者是我們講到的這個核子研究重鎮伊斯法罕啊，或者是卡拉季等等的這些城市，通通都聽到了這個爆炸聲啊。那現在呢，我們看這個會不會繼續下去？其實一定繼續下去，因為美軍。其實我們講到上個禮拜我們看到的，也就是全世號的遠征打擊群，它已經回頭了，也進入南海了。但是它的2艘航空母艦打擊群以及迪利波里號遠征打擊群還在這一個阿拉伯海的這個位置啊。那我們不知道這個禮拜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更新，但是它一直擺在那個位置，也就是對於川普來講，這個就是核戰2手陣那個策略，而我大棒舉在那裡，那我希望能夠跟伊朗達成協議。但是對於伊朗來講，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一些美國開出來的條件一點用都沒有。為什麼？因為其實我們這樣講啊，西方的賓聖克勞塞維茲講到，軍事是政治的延伸。我們剛剛講到2個部分，其實都是政治，就是有關於霍姆茲海峽，有關於這一個濃縮鈾的部分，其實都是政治的部分。那如果川普沒有辦法解決這個部分的話，那其實就軍事行動，也就是捍衛國家利益的這個工具，不免的繼續使用下去。好，所以現在美伊和談到現在2個關鍵問題，至今確實仍然是無解的不管是有關於濃縮鈾的議題，或者是荷姆茲海峽的議題，川普現在非常的擔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實在是管不住以色列嗎？尤其是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嗎？我們要來看到呢，現在這個川普要擔心的，除了他管不住納坦雅胡之外，還有來自於《紐約時報》最新的披露。他說呢，美國反情報部門最新評估已經指示了說，以色列对於美國構成的間諜威脅已經嚴重上升到了嚴重等級。美國情報界也傳出了以色列對美國高層在進行的竊聽行動，而且呢，這個竊聽已經失控了，鎖定的對象都是這些比較傾向在外交上可以降低美伊之間的一個衝突的官員，包括了川普的首席談判代表威科夫，還有五角大廈的官員，跟多名負責中東政策的官員。再來，川普手上另外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國內的民調。反戰的聲浪越來越高了。現在只有16%的受訪者認為美國贏得或是正在贏得對於伊朗的戰爭，有超過80%的民主黨支持者，60%的無黨派的選民認為這一場衝突是弊大於利的。尤其共和黨的支持者也對川普表示疑慮。那現在美國管不住以色列了嗎？接下來會不會就不理以色列了，乾脆自己抽身，然後避免被拖進更大的戰火當中？賴老師怎麼做解读？美國並不是管不動以色列啊，主要的問題就在於不敢管，或是不認真的管啊。最主要原因在哪裡？你可以看得出來，我為什麼會說美國完全可以管得動以色列？美國只要不給以色列錢啊，美國只要不給以色列武器彈藥，以色列撐不久的。以色列事實上，它現在的防空導彈也好，它現在的武器彈藥也好，其實你看都是需要美國的援助。美國上禮拜才也是幾百噸的武器彈藥就這樣送到以色列，然後由以色列來去使用。這代表什麼？以色列它需要外援，而它唯一的外援的來源國就是美國。那為什麼美國還繼續給以色列武器彈藥，讓以色列繼續可以發動攻擊，給以色列導彈的這些元件，讓以色列可以繼續攻擊？這個最主要就是美國不認真管，因為美國自己政策非常的混亂。美国的政策混亂，就是你會看到美国到底要談判還是不談判？怎麼每次談判快成了以後，然後怎麼又破裂了？而伊朗這邊釋放出來的訊息是，川普又反悔了。
那也就是說，川普本身覺得談判快到了以後，他就覺得說我是不是要的太少了，我是不是可以再多要一點？當他要再多要一點的時候，對伊朗來講的話，就是你變來變去，改來改去，我永遠就是跟你講，我就是這樣的。那你同意的話，我們就簽協議了；你不同意，那我們就不要簽協議，那就繼續再耗下去。可是問題是你每次都快接近了以後，你又說不要了，那這樣的話對伊朗來講，覺得很困擾。可是問題就在於，美國這樣做的目的在哪裡？就是好像他對於這個戰爭到底要拖下去，還是真的要結束，他自己也取捨不定。因為當他快要結束了以後，人家就會看說你這個結束的條件是怎麼樣，馬上就會發現說，跟奧巴馬時代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嘛。奧巴馬也是說濃縮鈾減到3.67啊，然後風度了，濃縮鈾的風度減到3.67，那你現在還是回到3點多嘛，那就沒有什麼不一樣，而且還要解除經濟制裁，而且呢，你凍結的資金也要解除。那這些就跟奧巴馬時代一樣，那沒有兩樣的話，你為什麼要當初要撕毀這個協議？你為什麼要發動這場戰爭？那這個時候，川普又守不住了，因為連攻擊他的人都是他自己的前任國務卿，龐貝奧說，我看沒有跟那個奧巴馬有什麼兩樣啊。對。所以對川普來講，那又重新來，又重新來。對伊朗來說的話，那你莫名其妙，那就繼續停火，繼續僵持在那個地方。對以色列來講，就是不希望戰爭停止，所以現在就趕快就再打一下。打一下的時候，如果美國真的不讓以色列打，美國可以做什麼呢？可以說，那武器彈藥就不會再給你了。所有的東西我都不會再給你。那當然，有些人會問說，那美國的猶太人會死傷力啊？沒有錯，美國的猶太人有作用。可是問題就在於，美國的猶太人真的敢跟川普翻臉嗎？川普如果真的要翻臉，川普發動的白人，坦白說，在美國的猶太人還是會擔心他的身家的安全。也就是說，如果白人真的翻臉了，其實在德國就是一個案例嘛。德國的案例就是白人真的翻臉了以後，猶太人他本身的身家性命就有危險了。難道這種前車之鑑，在美國的猶太人，他們不會懂他們的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什麼事？難道真的美國的白人就跟德國的白人不一樣嗎？不一定不一樣吧。一旦真的要翻臉的時候，一樣還是可以幹的。好，這第一個。那另外一個，美國敢抽身嗎？美國不敢抽身的。為什麼？因為美國也抽不了身了。什麼協議都沒談，軍隊就撤走了。對，那這個川普在國內被算賬算不完了，而且伊朗變成小霸王了，那誰還敢跟伊朗吵架？誰還敢跟伊朗來頂嘴啊？因為伊朗就變成你看，美國不戰而退，那這個世界就是我的了。伊朗打以色列那就不客氣了。所以，除非你美國變成把以色列變成一個代理人戰爭，但是如果真的伊朗全力的攻擊以色列的話，以色列熬得住長期的戰爭嗎？也熬不住的。所以我個人認為，美國現在是抽不了身了。好，一方面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美國，他這個針對以色列的問題感到非常的頭痛。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川普他要擔心的還有這個不信任來自於這些海灣國家，包括了剛剛特別提到了，每當這個美軍攻擊的時候呢，伊朗反擊的往往都不是美國自己的本土，現在呢都是攻擊這些部署在中東的美軍基地。哪一些國家受害最深？當中包括了科威特、巴林、卡達跟阿聯這一些國家。所以呢，川普現在是想要試圖的這個緩解和海灣國家之間的關係嗎？他現在想出了一個新的方法，這個方法還在研議當中。他說呢，乾脆我們把呢對於伊朗這些凍結的海外資產，把它做成這些波灣盟友的戰損賠償跟重建的經費好了。那伊朗當然聽到了這句話，非常的憤怒。他說呢，美國你如果敢這個轉移我們的資產的話，接下來我們會做反制。如果做反制的話，受害最深的再一次就是這些海灣國家了。真的有可能這樣做嗎？川普，那楊老師怎麼看？這是一個很愚蠢的發言，這是一個很愚蠢的想法。我聽到美國的財政部長貝森特有公開這麼講，他說海灣國家受創，那我們就拿凍結伊朗的資產啊，然後補償給海灣國家。第一個，對伊朗而言呢，這是他們的主權財產，是美國非法的凍結甚至侵占。現在戰爭其實是傾向伊朗勝利，美國失利。然後在談判呢，伊朗的要求的
一大要求條件就是你要解除对我們這些資產的凍結，而且它應該是首先要求美國要凍結240億美元，在卡達有50億，在很多其他地方有不同的數字。那這些數字其實伊朗認為這是屬於伊朗的，那你非法的凍結，你現在拿它去做戰爭賠償的項目，那這個完全就會造成伊朗更加憤怒，以及談判無法進行。那你不是要談判嗎？那對這些海灣國家而言呢，他也不敢接受，因為海灣國家就是因為以為花大錢去買了一個安全保護傘，結果反而變成一個依賴的陷阱。所有美國的基地，然後呢，海灣國家的一些設施都被炸，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办法修復。為什麼？因為荷爾蒙茲海峽還是被封閉的。所以，如果你拿這些錢去補償給海灣國家，海灣國家哪敢拿啊？這不只是燙手山芋啊！一旦你拿的時候，你就是下一波被伊朗攻打的對象啊！美國已經沒有办法去保護你了，你還敢拿這個錢嗎？你拿這個錢，你怎麼去修復任何你被打的這些基地或者是基礎設施呢？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愚蠢的。那這個案子，這個想法提出來，更就加深了伊朗對美國的這種不信任。那我都要你解除凍結了，你還拿這個錢去賠償給海灣國家？海灣國家根本不就是你這次打的戰爭當中的這個共犯嗎？所以海灣國家也是哇嚇到，這個萬萬不可。那基本上如果一旦拿的時候，你跟伊朗這個仇啊就結深了，而且會更深。所以我就說，貝森特他完全不懂國際地緣政治，我甚至都懷疑他懂不懂國際經濟。他做這種想法其實要不然就是他是愚蠢，要不然就是他真的不了解這整個戰爭的複雜性。而事實上，這個想法對川普和伊朗現在的談判是幫倒忙的。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